Hello， 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今集呢就係 SD 高達外傳第2篇啊，1991年推出嘅圓桌之騎士篇。我相信黃騎士高達系列比起第一篇嘅騎士高達，反而更加多港人熟悉嘅。當年除咗而家大家見到嘅 BB 戰士模型系列之外，相信以下呢一款遊戲有好多朋友都應該玩過。以前 Gameplay HK 都介紹過，就係超級任天堂嘅 SD 高達外傳2圓桌之騎士。喂，有幾多朋友係玩過㗎？雖然係傳統嘅日式 RPG 啊，但係有別於一邊打怪一邊升 level 嘅設定，咁係要揾到新同伴先至可以升級嘅。90年代初就冇互聯網呢回事啦，遊戲裏面大部分都係日文，想過關就真係要靠估或者靠朋友去幫手先至可以爆機。嗰陣好似係 game 書都未出現嘅，即係乜嘢 Station 啊、Plus 啊、Wave 啊、Weekly 啊。咁我估90年代後出世嘅朋友就未必知道我講緊乜嘢啦。咁我都想問，知道我喺度講緊乜嘢嘅朋友，喂，而家呢係咪只係得翻 Weekly 啊？我自己2000年頭呢仲有去報紙檔嗰度呢買 game 書嘅，咁仲要寫信去問編輯 GBA 版嘅勇者鬥惡龍2呢點樣過關。如果你知道我喺度講緊乜嘢嘅師兄呢，而家應該都做咗人哋老豆咯。講咗咁多題外話，開始介紹騎士高達世界嘅第2篇圓桌之騎士篇啦。不過又要事先聲明，我都係靠上網同埋自己有限嘅理解而將資料集合起嚟。如果有錯，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包容啦。亦都歡迎大家收睇完呢一集之後，重溫上一集嘅截古自會篇，連結就喺畫面嘅右上角。第1篇巴德拉斯之劍。圓桌之騎士篇嘅故事背景都係發生喺史達德亞，不過地點就係另一個地方嘅布里斯特王國。呢一個屬於本篇主人翁黃騎士高達嘅故鄉，喺故事開始嘅7年前就已經俾薩比羅尼亞帝國侵略而滅亡啦。部分初代圓桌騎士團，包括黃騎士一世都不幸身亡。身為皇族嘅唯一幸存者黃騎士高達，逃亡去到位於王國邊境嘅貝爾法斯特村，一直隱姓埋名。直到7年之後，薩比羅尼亞帝國派出邪騎士扎庫斯去揾呢一位王子嘅下落。正當黃騎士快要被捉嗰陣，一直喺村養育王子長大嘅賢者安東尼突然出現，引領黃騎士獲得巴德拉斯之劍，並且成功擊退邪騎士。初戰之後，黃騎士發誓要繼承佢嘅父親國王一世，同其他志願兵一齊踏上重建布里斯特王國之路啦。第一步就係去解放被領主加曼佔領嘅拉納地區。黃騎士喺路經塞特奴村遇上第一位新生圓桌騎士團嘅同伴勇劍士 Plus。經過一輪嘅武藝切磋之後，勇劍士 Plus 加入成為同伴啦。嚟到加曼會館嘅附近，再遇到上一代嘅圓桌騎士團成員海騎士 F90 重逢，於是3人就決定一齊攻打加曼會館。咁當然領主加曼亦都唔會話坐以待斃啦，派出眾多部下喺門外等候。咁但係呢啲流浪又點會係3位高達嘅對手啊？3人之後進入會館裏面，發現會館係一個好大嘅迷宮嘅。咁一直去到迷宮嘅中段，喺戰鬥嘅途中，再遇到上一代嘅圓桌騎士團成員白金兄。有白金兄嘅加入，加曼部隊嘅任何部下都擋唔住佢哋4個啦。最後領主加曼亦都俾布里斯特軍成功俘虜。咁正當大家以為解放拉納地區之際，真正嘅幕後話事人魔劍士扎古洛德終於出現。並且變身成為八爪魚魔物，最後當然係獲得多位同伴協助嘅黃騎士勝出啦。拉納地區解放之後，賢者安東尼再次出現，並且將核心推進器交俾黃騎士，因為每一位歷代皇室成員都要進行成人儀式。至於舉行儀式嘅地方，啱啱就係喺加曼會館附近嘅米迪亞神殿啊。不過而家就俾薩比羅尼亞帝國佔領住，於是黃騎士就下定決心，孤身一人前往神殿，並且將佔領住神殿嘅薩比羅尼亞帝國士兵一一打敗。
最後都同守護鋼之海嘅精靈合體，成為而家大家熟悉嘅鋼之海形態啦。第二章流星之騎士團，經過多場戰鬥之後，黃騎士舉起咗反抗嘅旗幟，而佢哋下一個目標就係攻略布里斯特城之前嘅關卡傑丹要塞。因為黃騎士嘅威名，四方有力嘅同伴亦都自願加入反叛軍。主要嘅角色包括身為前代圓桌騎士團藍騎士 Mark II 嘅兒子風騎士 Mark II，擁有貴族血統嘅麗騎士，而最後一位就係重戰士重高達啦，並且喺要塞附近嘅索頓村獲得迷之老人贈送嘅道具銀之圓盤。反抗軍整裝待發啦，眾人一齊攻打傑丹要塞。喺要塞裏面呢，當然有好多薩比羅尼亞帝國嘅騎士或者魔物啦，但係由於黃騎士軍日漸強大，眼前呢啲所謂精英根本就唔係黃騎士大軍嘅對手。眾人一直去到要塞嘅大廳，遇上上級騎士邪騎士格魯古古、食人魔物摩荷馬同埋魔術師格魯古古加龍。咁眼見黃騎士即將戰勝嘅時候，魔術師就利用咒術將邪騎士格魯古古同埋食人魔物兩者融合啊，成為咗可以釋放異空間幻夢界嚟戰鬥嘅獸騎士貝爾加達拉斯啊！呢個空間對於獸騎士嚟講絕對係無敵，騎士們對佢嘅任何傷害都係無效嘅。咁正當眾人要被擊敗之際，黃騎士諗翻起之前喺索頓村迷之老人贈送嘅銀之圓盤啊！於是佢就利用圓盤釋放當中嘅神聖力量，令到自己同眾人一齊喺幻夢界脫出。咁冇咗異空間幫手嘅獸騎士，力量冇咗一半。黃騎士最後就靠住圓盤同各位如同流星一樣嘅力量同埋速度，將眼前嘅獸騎士同埋格魯古古加龍打敗。而緊接嘅多爾之城主同埋黑魔道士基斯，對於黃騎士大軍嚟講，完全係冇任何威脅。傑丹要塞終於都被黃騎士攻略落嚟啦。第三章國王高達，順利攻佔傑丹要塞之後，之前喺索頓村嘅迷之老人終於嚟揾黃騎士，並且揭露自己嘅真正身份，就係初代圓桌騎士團成員之一真女太空坦克 R。 經過傑丹要塞呢一役，咁佢亦都成為主要成員之一啦。而黃騎士大軍嘅下一個目的地就係7年前陷落嘅布里斯特城。而同一時間，黃騎士亦都因為賢者安東尼嘅幫助之下，奪得全裝備之海。大軍嚟到位於城下森林前方嘅柏靈頓市，一直都同薩比羅尼亞帝國對抗嘅卓騎士 F91，就連同海騎士 F90嘅3個仔，咁啊簡稱劍士、鬥士同埋法術士 F90嚟到會師黃騎士大軍。嗱，咁喺呢個時候，新圓桌騎士團嘅成員其實已經有12位噶啦。整頓軍備之後，大軍一舉進攻布里斯特城，穿過森林、大門、階梯、走廊，全部都係薩比羅尼亞帝國嘅騎士同埋士兵。到遇上精英嘅黑騎士部隊，部分成員留落嚟同佢哋交戰，而另一部分嘅成員就同黃騎士一齊前往大廳，一直去到圓桌之間，等待住黃騎士嘅到嚟。就係暗騎士高達 Mark II， 充滿住仇恨嘅佢向住黃騎士嘅奮力一擊，被風騎士擋下。風騎士受傷後，發現暗騎士就係佢失蹤嘅哥哥。其實喺7年前皇城陷落嗰陣，藍騎士 Mark II係連同佢2個仔一齊走甩嘅，但係可惜作為哥哥嘅暗騎士就俾薩比羅尼亞軍捕獲，繼而被強迫灌輸爸爸同埋細佬都係俾國王高達一世殺害嘅觀念啊！喺呢一刻同細佬風騎士重逢，令到暗騎士自己嘅內心動搖啦。咁啊，暫時脫離咗戰線。同一時間，同黑騎士部隊戰鬥嘅其他成員終於趕嚟會合。真女太空坦克 R 呢一刻先至講，能夠阻止薩比羅尼亞國王郭德金嘅野心，就只係有存放於圓桌之間嘅咁短之箱，因為箱裏面呢有聖杯。不過咁短之箱而家就俾太空坦克 R 嘅徒弟邪道士達基伊爾斯所守護，於是喺圓桌之間就上演咗一場師傅對徒弟嘅戲碼啦。
最後就係師傅取得勝利，但係禁斷之箱裏面嘅聖杯一早就俾郭德金攞走咗啦，並且呢，向住最終嘅決戰之地聖山隆德利翁嘅神殿進發。而館長嘅最後敵人魔術師九尾、咒術師科同埋黑騎士部隊嘅隊長衛騎士薩比基羅斯，亦都終於現身。經過一輪激戰之後，黃騎士大軍終於取得勝利啦。咁啊，攞翻失落咗7年嘅布里斯特城。而呢一刻，國王騎士一世嘅靈魂亦都現身，除咗告誡眾人要阻止郭德金取得聖杯之外，亦都承認黃騎士嘅實力，直接將國王鎧甲贈予黃騎士。黃騎士即時即位，變成國王2世啦。而其他同伴亦都因為圓桌嘅力量各自進化，名字同埋外形都會同原先嘅形態有少量唔同。不過新生圓桌騎士團係有13位嘅。嗱，喺呢一章嘅結尾，仍然係有一位唔知道係邊個嘅。本篇嘅最後一章第4章圓桌騎士，國王2世攞翻失落已久嘅布麗斯特城後，下一步當然就係要阻止撒比羅尼亞國王郭德金嘅野心。一行人整裝待發，向住聖山隆德里翁嘅神殿進發啦。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無論係天空地下定係山上，都滿布撒比羅尼亞帝國嘅精銳部隊，又或者怪物。但係面對住氣勢如虹嘅新生圓桌騎士團，根本就毫無威脅。嗱，不過嚟到呢度呢，我都想講一講，當年嘅設計師對於渣古系列嘅角色設計，其實都花咗好多心思嘅。由於就冇出過動畫，甚至連玩具都未必有，有啲角色就只可以憑呢啲硬照嚟認識啦。當國王2世率領圓桌騎士團進入神殿之際，等待住佢哋嘅就係惡道士亞索龍。佢立刻使用咒語，令之前喺3個篇章裏面被黃騎士打敗嘅強敵復活。仲有一位被召喚嘅就係銀騎士維拿基拿，不過佢就俾卓越騎士 F91 即場說服加入咗我方。圓桌騎士團打敗所有強敵後，進入神殿裏面嘅聖杯之間，終於發現咗撒比羅尼亞嘅國王郭德金。佢手持聖杯，並講出7年前侵略布里斯特王國嘅原因。原來布里斯特王國嘅神物聖杯有一個傳說，就係得到聖杯嘅力量就能夠獲得永恆嘅生命。嗱，喺呢度呢個情節呢就唔係好合理嘅。有乜理由佔領咗布里斯特王國7年都唔知道圓桌之間嘅禁斷之箱係存放住聖杯嘅呢？吓？定係我嘅理解有錯誤呢？郭德金利用聖杯嘅力量，將惡道士亞索龍變成邪獸元素拉夫列西亞，即係死亡之花。正當佢再進一步使用聖杯嘅力量之際，一道黑影將佢手中嘅聖杯打落嚟。呢個黑影就係暗騎士馬圖啦。之前喺布里斯特城同弟弟風騎士嘅重逢，令到暗騎士徹底清醒，並且以第13位新生圓桌騎士團嘅成員對國王高達2世效忠。13個圓桌騎士終於都齊集啦。眼見手上嘅聖杯被打落嚟，國王郭德金就憤怒地同死亡之花融合啊，成為咗最後嘅大 boss 邪獸王吉賈沙羅曼。由於邪獸王擁有部分聖杯嘅力量，所以新生圓桌騎士團一直都陷於苦戰。好彩最後國王高達2世拎起啱啱頭先郭德金跌落嚟嘅聖杯，祈求聖杯給予佢打敗邪惡嘅力量。終於佢同其他12位同伴一齊衝向邪獸王，邪獸王最終被打敗啦。
薩比羅尼亞帝國徹底滅亡，而布里斯特王國亦都正式復興。黃騎士嘅復國故事就嚟到呢度畫上圓滿嘅句號啦。嗱，咁我希望大家唔好介意今集嘅每一章內容都係差唔多啊，咁啊離唔開攻城略地。同時有好多角色其實我係冇介紹嘅，因為實在太多啦，所以我都已經係簡略。希望今集嘅圓桌騎士篇唔會話悶到大家啦。我都想再補充一下新圓桌騎士團嘅角色。嗱，我估唔到由1991年直到而家差唔多30幾年啊，都仍然係未見過有出齊13位角色嘅。咁我唔知道係咪資料有錯啦。我查過，除咗影片開頭提及嘅 BB 戰士系列，元祖 SD 就推出過黃騎士、麗騎士、卓騎士 F91、風騎士同埋暗騎士。SDS 系列就淨係得國王高達2世同埋可以換裝嘅卓越騎士 F91。我相信中意圓桌騎士篇嘅朋友，如果想 Bandai 出齊13位角色，恐怕都係有生之年系列咯。我覺得未來就算推出新版本，都只係會揀啲有人氣比較高嘅角色嘅。嗱，除非你好似一啲日本嘅玩家一樣，自己去改造啦。咁我哋呢啲老餅呢，就只係可以透過相或者上網嚟回憶啦。至於今集有冇騎士系列嘅模型分享呢？其實係有嘅。嗱，不過就唔係圓桌騎士系列啦，而係 Legend BB 嘅三神器騎士高達。2014年推出，啱啱10年。呢一盒模型我係同武者還太模同埋騎士高達喺今年2月底嗰陣一齊買嘅。嗱，喺呢度要多謝菲臘哥吓，希望我冇叫錯你嘅名。因為買咗呢幾盒 Legend BB， 我先至開始有拍攝 SD 高達外傳嘅諗法嘅。成盒模型連 PE 件總數有9塊。呢張保釋貼紙絕大部分都係用喺霞之海身上，咁我決定今次係用晒成張貼紙嘅，咁啊想俾自己同埋收睇影片中嘅你去回憶一下細個嗰陣玩 BB 戰士嘅感覺。但係我都係會磨劍慎算嘅。今次我就剪好部分嘅零件俾大家睇一睇每個身體嘅分件數量。呢個騎士高達嘅分件都有頗多個水紋嘅，例如面啊、身體啊。嗱，其實我係有諗過重新上色嘅，不過今次我真係好想睇一睇，只係上貼紙嘅效果。輕裝形態同上一集騎士高達差唔多，全身嘅顏色變咗做金屬藍，唯一唔同嘅地方就係說明書指示嘅膝頭甲啦。同騎士高達對比一下，可以清楚睇得到分別。另外，今次雙手各自有一個特別嘅手型嘅，再配合呢對開心嘅眼，好有歡樂嘅感覺嘅。嗱，其實我覺得 Bandai 可以考慮再出多一個眼部零件啦，咁大家可以盡用4對眼啊嘛，唔使啲玩家呢要將2款甚至3款嘅騎士高達眼換嚟換去啊嘛。三神器嘅主要部分，炎之劍、力之盾同埋霞之海。炎之劍、力之盾就係完美分析，用得最多保色貼紙嘅地方就係霞之海啦。頭盔要用銀色貼紙保色，包括後面呢一個位、膊頭甲、心口甲、前裙甲呢啲地方都係有保色貼紙提供嘅。但係心口甲上方呢幾個位呢，同埋側裙甲，仲有後裙甲都係冇保色貼紙嘅。最後我就用呢款金燈 Marker EX 銀色去手油保色啦。當然要求高嘅朋友可以將霞之海嘅所有銀色唔用貼紙，一次過油好晒佢哋。成套裝甲穿上身就係咁嘅樣。都講一講三神器嘅背景啦。騎士高達並唔係唯一一位被選中嘅高達。喺未來嘅海鬥神戰記、主角騎士飛翼高達同埋創世超龍潭嘅勇士高達都係被選中嘅高達嚟嘅。嗱，不過就要睇下我能唔能夠做到咁多篇章嘅介紹，咁到時先至再分享詳細嘅故事啦。至於呢個 Legend BB 嘅組裝，相信好多師兄都覺得好簡單，咁而且每一個造型同埋可動都睇得出設計者嘅心思。真心希望 Bandai 喺未來嘅日子會繼續考慮推出呢個系列啦。至少推出一個圓桌騎士嘅角色啦，聖機兵物語嘅 GP01，機甲神傳說嘅騎士溜，黃金神話嘅騎士神高達，
又或者《海鬥神戰記》嘅飛翼騎士啊。嗱，不過相信要等到佢哋出，睇怕又係有生之年系列咯。最重要就係 Bandai 係咪真係如傳聞般已經將 Legend BB 系列放棄呢？又或者將來再推出一個新系列都唔出奇嘅。最後提提大家，呢一盒模型而家喺市面唔常見嘅，但係聽聞日本喺年尾會再版，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到時留意啦。如果中意我呢一段 SD 高達外傳圓桌騎士篇嘅介紹，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最重要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咁亦都歡迎重溫上一集嘅截古召喚篇嘅。嗱，萬一你唔想錯過日後嘅 SD 高達外傳篇章介紹，記得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